嘿，大家伙早喽！9月26号星期四，今天累了，最近跑太多了。昨天下午跑了7公里多。先谢谢大家啊，昨天的评论、弹幕我都看了，感谢大家。今天咱们回评论，回完评论可能还要去河边拍拍空镜。那一会儿咱们抓紧聊天，加油！行，那咱们开始回评论啊。有小伙伴问国内怎么用 Strava， 我还真不知道，现在连 Strava 都不能用了吗？那我其实给不了您太多建议，网页版应该可以用，但是怎么说，这 Strava 其实用的是它的社交属性，还有我觉得更多的是它，因为它自己不出设备，它的平台的开放生态的开放性就会好一些，相对的。就 Strava 其实是我所有数据的一个集散地，也就这样。它的高级功能我也用不到，我也不用。像全程马拉松训练，练速度耐力，看我昨天的那种6公里，问我是不是应该再稍微慢一点，再稍微长一点。哎，您说的特别对。就像昨天的6公里，为什么这种课表我全力以赴呢？是因为它对我来说比较短。像练到我这个程度的话，如果真的跑阈值，就是练习阈值的能力，有速度耐力，那差不多要在14公里左右可能比较合适。对大多数要训练马拉松的小伙伴来说，差不多是8到14公里阈值跑。当然就是你怎么说，比方说我的阈值，像昨天我跑3分33，我还能再跑多远？如果最后不冲刺的话，前面大概就是3分38。如果照那个配速，我能跑10几公里，甚至我能跑快将近20公里，因为毕竟平常训练不是比赛。如果是马拉松比赛，我3分36，我的 PB 现在就是平均配速是3分36，半马比赛，差不多就这样。您说的对，就是距离比速度重要。对马拉松训练，如果您已经需要练速度耐力的时候，但是呢，不是说就特别慢，而是就是你的速度至少要比你的有氧快，然后慢慢往上加到一个你觉得行与不行的程度。一位小伙伴每周60公里，每周都跑一个21公里，但是半程马拉松只能跑到1小时50。就我没见过您，我觉得一周60公里的话，一个月200多公里，200多公里半程马拉松1小时50，确实是太慢了。我觉得您是不是可以考虑把每次的训练都变得快一些？这变不是说变就变了，你得往快的方向去尝试。比方说我每天跑5公里，今天跑了28分，明天我想想有没有可能27分半，先试试。因为您的跑量小的话，试错成本就低，就不行，大不了今天我这5公里没跑下来，我跑不动了，那我相信您不可能在2公里就跑不动，您可能第4公里跑不动，那最后1公里慢一点，坚持也就混下来了，对吧？您试试我的建议。1小时50的半马是什么水平呢？差不多就是跑步几个月，月跑量130，这种水平差不多。可能现在还得说的再惨一点了，因为现在大众水平提高的更快了。我说的是我跑步那时候。一位小伙伴说
努力把步频从170练到了190，觉得心肺压力低了。那您是不是？您不是因为步频高了心肺压力低了，是因为您练得多了，您的心肺变强了。因为步频越高，心肺压力越大。我有的时候最后，你看我们跑强度，我冲不起来，没有绝对速度，也跟这个有关系。就步频太高也不好。我觉得对您来说，如果您不是那种已经训练有素，就是您已经跑了好多年，还是170，您努力提升的话，如果您是初跑者，我觉得还是顺其自然的好。步频可能能让初跑者减少受伤的风险，但是这都是理论上的。我一直不觉得说真的说差那个10步20步你就不受伤了，这真的不是。因为你想，人们说步频高，单次落地的冲击力小，那你放大到这1分钟，你说184跟194差多少？5%都没有，对吧？真差这点吗？你就多跑了10步，你把另外那180步的每一步的180分之一摊到这一步上了，我不知道我算没算错哈，真不差那一点儿。我真是这么觉得。往往受伤不是因为低步频，受伤是什么？我们接着回下一位小伙伴的问题，说有一定基础，10公里可以跑4分40的配速，刚开始规律，然后开始规律跑步，跑了2个月，开始小腿肌肉疼，前侧疼，就总会有地方疼的。人从不运动到运动，是一个损伤的积累，是一个适应的积累。你总会在某一个时候开始疼一个地方，等你把所有地方都疼一遍了，你就没事了。就大多数人是要把所有地方都疼一遍的，可能一少部分人会有一些地方，或者说不是说一少部分人，就是每个人会有一些地方从来没疼过，但是其实大多数时候都得疼一遍。下一个啊，说在京都一个人上学，有没有频道的观众也在，还可以一起跑步，觉得跑步特孤单，这我们帮不了您。但是京都是个美丽的地方，是那鸭川跑呗。京都跑到大阪这种事儿，我不建议，尤其是您还这么年轻，就有一段那个国道是很危险的，没有什么必要。我那次跑完1次以后，我觉得不会再跑第2次了。嚯，又是这一大片鸽子，不知道是不是每天这儿有人喂。可能我每次都看见这辆车这个人，他在的时候，这鸽子就来了。然后下一个啊，我用什么心率带？我这是高驰的心率臂带，这挺好的，真挺好的。我以前是那个 Pola 的心率臂带，然后有了高驰这，我就把那给卖了。说自己最近家乡2次地震，问这边人怎么看地震的，这边人不看地震，因为第一是可能相对适应，第二是这边从小就教，所以大家就不那么慌张。而且并没有像大家想象那样，这儿3天一大震，5天一小震。我来了这1年多了，就经历过1次，还是那年香根一传在东京，大概晃了几秒。然后最后一波问题，
是2位小伙伴都这么说。第一位是问我从3分45到抱歉，我从3小时45到3小时02经历了什么。还有一位小伙伴分享他的经历，从去年的11月开始加跑量，从200多加到400多，那个时候是我看看啊，好像也是3小时40多，然后今年8月一次比赛就3小时25了，然后9月就3小时02了，说跑了这1年以后不抽筋儿了比赛中，然后他说3小时02那场一开始按照417来跑，觉得不可思议，觉得自己训练都不能坚持这么快，但是随后还能冲一冲。我那次302也是这感觉，那时候根本不敢想能跑那么快，但是最后还能冲一冲，那感觉太美妙了。这是什么呢？就是我老说的，大家相信我，跑量是一切的基础，你只要跑得多，就能跑得好。因为你只要跑得多，其实大部分人破3都没有问题。这叫成年男性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绝大多数成年男性身体的基础就是你的不怎么训练的速度天花板也在破3的配速以上，就是比417还能快。所以你把跑量加起来，你能维持住这个距离都能破。女性为什么难呢？是因为大部分没有锻炼基础的女性，她的速度门槛可能在417以下，那她破3就需要兼顾速度和耐力的训练。而这个数到男性来说呢，可能是2小时45，就是你想进2小时45，那靠自己速度能力的老本就不行了，就得练。而成年之后提升速度的天花板是个挺难的事儿。所以对很多初跑者或者说目标是3小时或者2小时50的小伙伴们，有2个关键点，这位小伙伴也提到其中一个，他2个其实都提到了，其中一个就是跑量，另一个就是单次的距离。单次跑步的距离是很重要的，因为你如果每天跑3次，每次5公里，那1个月也不少呢，对吧？1个月400多公里，但是其实对你的马拉松成绩影响很小。但是你如果比方说2天跑3天跑20，休息1天，这样，那你就这1年就能突飞猛进。但是前提是说增加到这个过程并不容易，我不建议大家说一下从这月200，下月就400，这样你可能就会受伤。所以这个加的过程是漫长的，半年1年可能都有可能。所以马拉松训练我老说只争朝夕嘛，你错过1年就老1年，行吧？基本上我准备的都回完了。行，那咱们训练后再见了，一会儿去河边和家属会合。哎，小伙伴们，9月26号星期4清晨7点21，我不能太大声，在一个咖啡厅里。今天最后一个训练日，17公里，平均配速5分25，心率130，下午还得跑，预计下午还得跑，但是刚才无人机拍摄失败了，就是不太熟练，回头得再练练才行。
但是咬了好几个，不特别难受。但这大阪城那家烘焙店绝对是最厉害的。那家烘焙店那早餐大家看过2次，对吧？450日元。这儿这个一个酸奶，一个这种三明治，一个咖啡就要多少钱？500日元，这不吃不饱。哼，家主还有一个甜甜圈。行，那这么着，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我明天休息日了，咱们再见就是下个训练日了，回头再见。